这男的指定是祖坟爆炸了，他最近的运气是真的离谱，别人抽奖时都得虔诚祈祷。我有黄色，我有黄色，而他只是随手一抽便轻松搞到了黄色，中出了1等奖。这还不够，他平时散步时随手捡的彩票都能中1000万，有时家里马桶堵了，他反手就能抽中一大堆啤酒带回家冲厕所。见这一幕，大叔这老酒鬼是直接气成了红雷哥。而这么好的运气啊，很快便被柯南这瘟神盯上了。他阳寿用不完了，这时啊，敢在米花这么猖狂。果然，柯南发现那啤酒抽奖是下个月的，活动压根还没举办，他怎么可能中奖？下一秒，几人直接杀到了幸运男家。果然啊，他的妻子千叶老妹儿表示，他俩压根不喝酒，怎么可能去抽皮皮？没错了，绝对是有人想搞这幸运男。为了验证，柯南又来拷打了抽奖摊的老板。而见死神来了，为了多活2集，老板直接全交代了。原来那天轮到幸运男抽奖时，老板故意堵住了轮盘的出球口，然后直接给他扔了个1等奖。而他之所以赔钱做买卖，是因为幸运男的性感的老婆曾来求过他，老婆说幸运男是个医生，来米花上班后手底下就没见过活人，所以他便想让老公中点奖缓解压力。一听这话，柯南乐了，米花没有人情世故，全是打打杀杀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为人着想的性感良民老婆？等等，他老婆不是千叶老妹儿吗？明明长得有种站在迪迦对面的美，老板咋还说她性感呢？难不成是用了绷带？突然，柯南发现附近花风潦草的妇女们竟然全在讨论幸运男，而且还都嫉妒他的好运属性。瞬间，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乐极生悲，物极必反。这绝对是有人故意打造那医生的好运人设，从而顺理成章的让他遭人嫉妒，把他捧杀。真是好一招驱虎吞狼之计啊！毕竟米花最不缺的就是爱乱杀的疯批犯人。下一秒，柯南赶忙来调查医生的仇家。虽然米花医院就没有活着出去的患者，家属也都习惯了，但头几天还是有个女人接受不了老公归西，拽着医生来了一通医闹。我明明让你帮我老公退烧，你怎么给我推出去烧了？这会儿柯南确定了幸运犯人，正好这女的步美认识，之前医生捡彩票中奖时，步美转头就看到了他一脸死相的盯着医生。柯南懂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肯定要出意外。果然啊，夜里一个小黑便盯上了医生。就在小黑要一记琴酒棍法解决他时，柯南曲线复仇，好悬没把小黑腰子踢掉，紧接着便用大灯把自己弄到了墙上，开始推理。我是私家侦探，必姓毛利。没错，但现在已经变成新一的形状了。原来医生的好运人设就是被这个女人营造出来的。1个月前她丈夫被撞死，尽管送来时人已经废了，但她还是把怒火发泄到了医生身上。而且后来她还在街边见到了医生中奖，居然还这么开心，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难道心里真的一点歉意都没有？咱讲话的中奖不开心，难道要给你出殡的时候开心吗？这会儿女人已经动了杀人的念头，但她很明白医生平时人品很好，如果杀了他，自己这唯一一个医生的仇家马上就会被拉走枪毙，自己的孩子也将无家可归，所以她便用打造好运人设的手法引发周围人对她的嫉妒，然后她只需要扮成一个嫉妒她的狂徒，把他干死就行了。因为嫉妒的人实在太多，就好像捅了小黑窝，米花警方肯定懒得调查，最后就会以自杀结案，下班包宿去了。但可惜啊，你这番操作早就被我毛利洗衣机看破了，所以啊，趁着现在还没闹大，赶紧收手吧，外边全是木木警官，而且你那俩孩子也搁家等你呢。一哥，我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。自分でも気がつかねえうちにまたなんかしまったらしいな俺。参ったなこりゃ。世界で一番ついてるのは